我们今天主要会分成两个主题，第一个主题是有关外胎的部分，第二个主题是有关滚珠花鼓的保养以及预压的调整。欢迎来到阿宝频道，我是阿宝。阿宝频道影片的目的主要是要让大家看了影片之后都能够自己上手，所以如果有的时候话说的比较多，请大家多见谅。我觉得知识传递型的影片更有流传的价值。最近陪人家去买了一台公路车，阿提寡的电变，整台车花了差不多10万元，结果要求老板让我们在旁边观摩组装，居然被老板残忍拒绝。可能在自行车这个业界里面，或许会觉得说这个很正常啊，我卖车给你就是卖一个成品给你，以后你就是回来花钱找我服务，所以车行不会愿意传递自行车的 know-how 给你，比如说变速怎么调，刹车怎么调，零件怎么更换之类的。说起这个，当时我也是这个样子，我当时买了一台捷安特的车子，总是觉得骑起来变速不是很顺畅，可是去找老板都很忙，所以也没有太多时间来服务我。骑过去就试了一下，说本来就是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就很正常啊。然后问老板说怎么调整，为什么要这样子调整，都不太愿意说。后来我有一台通勤车也有问题，就牵去给美利达的修理。我们家附近那一间美利达的老板态度上就不是很 OK，因此我就萌生了自己去学自行车知识的想法。在网络上搜索了一阵，发现社区大学有在教学自行车 DIY 的课程，因此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知识，绝大部分都是在社区大学自行车 DIY 班所学习到的知识。我们班的老师是陈老师，工程的程，我们同学都叫他 Apple 老师。各位如果有兴趣学习自行车的知识的话，也可以自行去搜索一下课程，看一下课程内容，看看符不符合你的需要。不过对我来说，确实是受益良多，因此我也想把学习到的这些知识跟各位分享。只不过都是我遇到的问题，如果有空拍摄影片的话，才能跟各位分享。如果你想学习一整套自行车的知识的话，上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。反正上课时间都在晚上，一个礼拜也才一次，基本上不会太影响到工作啦。不好意思，又说多了，这是我有感而发，只不过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整个经验的过程。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的主题。我们今天主要会分成两个主题，第一个主题是有关外胎的部分，第二个主题是有关滚珠花鼓的保养以及预压的调整。传统来说，自行车都是像这样子的外胎搭配内胎来使用。各位也知道，像这种充气型的内胎，可能2个礼拜或者3、4个礼拜你就一定要打气。你不是要骑去加油站，不然就是要骑去脚踏车店，或者你自己有打气筒的话，像我来说，我家住5楼，每一次要打气就要把打气筒拿到1楼打完，打完之后还要再拿上去，就相当的麻烦。大热天的时候，手动打气筒打得全身大汗，所以现在电动打气机就变得非常热卖。但是电动打气机也有个问题，再怎么样3、4个礼拜要打一次。所以我们今天来测试安装这个实心的外胎，好像路边的 U-Bike， 你有见过人家在一台一台 U-Bike 打气吗？我估计他们用的应该就是这种实心的外胎，这样子就能很好的解决打气的问题，也不会再有内胎爆胎的问题了。这个实心胎整个就是橡胶实心的设计，内圈这边有点像梯形的凸起，就是为了砍入这个轮圈。这种实心胎我也是第一次使用，至于好不好用，耐不耐用，或者用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，我目前也还不知道。如果我遇到了问题，或者觉得哪里不好用，我都会在下方留言区跟各位分享。我们现在就来把这个实心胎装到这个轮圈上面。我这个实心胎，我发现气嘴的部分它没有突出一根的设计。我曾经在其他的影片上面看过，它那一款实心胎气嘴的地方有一根凸出来的设计，让你可以插在轮圈上面气嘴的洞。不过没关系，没有气嘴那一根设计一样也可以安装。
这个安装很简单，我们就把外胎砍入这个轮圈。重要的是各位要确认它有完全砍入。各位会发现轮胎比轮圈好像小了很多，所以我们就要用螺丝起子把它撬进去。各位可以用脚踩着固定一下，会比较好操作。一只起子不够的话，我们就用2只。非常的不好安装，不过总算是进去了。像这个地方就已经砍进去了，然后这个地方它还没进去，把它扭动一下，两边都要砍进去凹槽才可以。最后终于装好了，就是要紧这个轮胎之后才不会容易脱落。原则上就是这样子左右的扭动，然后让它左右两边突出的部分都确实塞入这个轮圈的卡槽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2个主题，我们要来保养滚珠花鼓以及调整预压。这边这个轮组是一台通勤车的后轮，这是一个全新的轮组，我才刚买来。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，刚买来一定是最佳状态，干嘛还需要保养？各位这样子的想法就错了，这个轮组才台币400块。如果你的轮组是几万块的轮组，他买来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最佳状态。我这边就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给各位看一下就知道。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2个轮组，前面这一个就是新的轮组，这个轮组是旧的，各位可以看得到这个钢丝都生锈了，所以这个轮组应该没有8年也有6年了。唯一一次保养就是在新买的时候，之后都没有做过保养。然后各位可以来看一下它的滑顺度来做个比较。我现在用非常小的力道来旋转一下这个轮组，各位可以看一下后面这一个它会左右不停的摆动，前面这一个它就停下来了。再来试一次，往回转了一下，再往前就走不动了。后面这个你看还在摆动，所以滑不滑顺这样子就很明显了。这种情况就是花鼓卡卡的。先来介绍一下今天保养花鼓会用到的一些东西。脸盆、开口6角扳手，这个是花鼓里面的钢珠，这边这个是黄油，这边是润滑油的部分，还有不要的布，最好是用完就可以丢掉的，还有这种一次性的手套。麻烦各位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、按赞、分享我的影片，也欢迎各位使用荧幕下方的超级感谢，给阿宝抖内一下，请阿宝喝杯饮料，这样子是对阿宝频道最好的支持与鼓励哦。开口6角扳手，一般最常用到的是15号跟17号，然后我们要有2组，也就是2支15号，2支17号。我们需要的是这种薄的扳手，一般的这种6角开口扳手它比较厚，可能就只有其中一颗螺帽能够使用。如果你购买这种薄型的开口扳手的话，尽量买长一点的，越长的会越好操作。钢珠的部分，因为我有钢珠，所以我会顺便换钢珠。一般脚踏车的轮组钢珠是使用英制的，前轮使用16/3英寸，后轮使用的是1/4英寸。材质方面可能会有分普通钢珠跟铬钢珠，有含铬的，它的韧性跟硬度就会更高。好一点的钢珠它会有等级之分，有的会称为 G40、G30、G20、G10 这样子再分。G10 的等级比较高，等级比较高表示它的增圆度会比较高，也就是在钢珠的加工过程它比较精密，做出来的钢珠就会更圆，滚动起来就会更滑顺。在产地方面也有台湾制的钢珠跟日本制的钢珠，因为我们今天用在很便宜的轮组上面，所以我选择使用 G40 的铬钢珠就可以了。黄油的部分也是有好坏之分，尽量选择轴承专用的。另外我们也需要干式的润滑油，干式润滑油不是必须的，如果有的话效果会更好。这个脸盆就是用来接钢珠的，等一下我们花鼓拆开之后，钢珠可能会掉出来，脸盆放在下方接钢珠，你就不用到时候钢珠滚了满地找不到了。因为我这个是通行车的轮组，所以它这边有牙，这个牙是要让你装刹车上去的。
如果你是旧的轮组，这个上面有一个圆的刹车，会影响到你工作的话，你就需要先把那个刹车拆下来。我们现在再来看另外一边，它也是有牙设计的。这一台是一台6速的变速车，使用的是锁牙式的飞轮，所以之后飞轮会锁在这个牙上面。你需要先把飞轮拆下来，你才有办法调整花鼓。这一边的螺帽设计跟刚刚那一边一样，但是这边中间多了一根套筒，因为变速的飞轮它有一定的厚度。现在你可以用手抓着这个轴心转动一下，你就可以感觉到有一颗一颗的，而且很卡，所以原厂出来根本没有帮你调整预压，它只要能动就好了。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怎么这么麻烦，我必须说明一下，我今天处理的方式一般是用在3万块、5万块的轮组上面，比如说 Shimano 1级轮组，它也是使用钢珠的，保养的方式就是我今天做的方式。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盖子，这个盖子里面就是钢珠。我们预压调整主要就是要调整两边螺帽之间的距离，控制这个盖子不要压迫钢珠太多，也不要太松，太紧就会很卡不滑顺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在做的时候，为了方便比较好做，我们可以把一边这2颗螺帽先锁死。我会选择先把有变速的这一边锁死，我们就只需要专注在调整另外一边螺帽的位置就好。这边2颗螺帽是15号跟17号，我们就一正一反用力把它锁死。锁死之后，这个螺帽在这根杆子上面的位置就不会变动了。我们现在反过来看另外一边，一般来说里面这个螺帽是15号，外面是17号。有的时候这个会需要比较大力才能够转开，所以我说各位如果有买薄型扳手的话，尽量买长一点的，力矩会比较大，比较好操作。先把脸盆放在正下方，我们再把这个螺帽取下来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花鼓钢珠的盖子打开，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，另外一只手在下方顶住这根轴心，以免盖子打开之后整个轴心掉下去。盖子打开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钢珠在这个里面。我们可以发现它这个黄油加的不够，黄油如果没有灌满这个里面的话，这里就容易渗水进去。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根轴心抽出来，然后把钢珠倒到下面的盆子里面。我们先用卫生纸把这个残留的黄油擦掉，换上我们自己准备的黄油。拆下来的这2个盖子也用卫生纸把它清洁一下。各位可以清点一下这个钢珠的数量。后轮的话，尺寸是1/4的，数量是18颗，每一边9颗。如果是前轮的话，16/3英寸，但是前轮会用到20颗，也就是每边10颗，比后轮每边各多1颗。各位在清洁这个碗跟这个盖子的时候，尽量不要使用 WD-40 或者是恐龙191。如果你有使用的话，也不要直接往上面喷洒，可以把 WD-40 喷在布上面，用擦的就好。擦完之后，我们还需要另外使用清洁剂，像清洁碟刹、刹车片那一种可以去油的清洁剂，把 WD-40 清洁干净。因为如果没有清洁干净的话，我们等一下使用的黄油跟润滑油会被这个 WD-40 分解掉。接下来我们把干式润滑油喷在这个碗里面，两边都要喷。2个盖子的内侧我们也喷上干式润滑油。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碗的周围上黄油，这一面涂完我们再涂另外一面，就像这样子，尽量把它填满，然后中间轴心的地方把它空出来。接下来我们就把轴心先穿过去，我们这边就先不要盖下去，因为我们要先放钢珠。轴心插进去，钢珠会比较好放，因为如果你轴心没插进去的话，钢珠很有可能会被你塞到中间的洞里面去。我这边是戴上这种一次性的手套，不希望手上面的手汗导致黄油变质之类的，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尽量讲究一点，反正是为了自己的车在做嘛。
你如果不戴手套的话，你也可以使用镊子把钢珠用夹的夹起来塞在里面，像这个样子，把钢珠拿起来，然后塞在这个碗里面。我们一边塞一边数数量，9颗都放好之后，我们现在才把盖子盖上去，左右摇晃一下，它不会有缝隙。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反过来，像这样子，另外一只手往上顶住，我们就可以放另外一边的钢珠。好了之后，我们要把盖子转回去。盖好之后，稍微把溢出来的黄油擦一下，这样子比较不会弄得到处都是。至于转紧要到什么程度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做测试：2只手抓着轴心，然后旋转一下轮子。原则上就是当你感觉到有一点点颗粒感，就是差不多那种紧度就可以。我们现在把另外一颗螺帽装上去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螺帽两面它都有防滑的设计，主要就是让我们转紧之后不容易松开。先暂时用手锁紧，然后我们再来感觉一下它的预压。如果螺帽锁得越紧的话，你会感觉到颗粒感越重，然后轮子越不滑顺。如果太松的话，就会影响到安全性。有颗粒感，但是颗粒感没有很重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这2颗螺帽把它锁紧，下面用15号固定，然后上面用17号2个对锁把它锁紧，一样这样子来感觉一下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做微调，如果松的话，我们就要微调让它往中心靠拢；如果紧的话，我们就要微调让它往外侧移动。调整的方式是这样子，如果你想要把它锁紧，我们就调整左右两边外面那一颗17号的螺母，两边都用17号的扳手，然后顺时针把它转紧，螺帽就会整个往中间挤压。如果你想要放松的话，我们就用2只15号的扳手插到里面那一颗螺母上面，然后逆时针用力把它往外面顶，这样子它就会放松。这个需要一点经验的累积，所以第一次做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非常不好做，多做几次或者多揣摩一下，你慢慢就可以体会得出来。现在我是觉得还可以再放松一点，两边15号的扳手逆时针用力，预压调整有时候只需要转一点点就好了，千万不要转太多。调好之后一样旋转，用手感觉一下，然后我们可以尽量放松，然后晃动这一根杆子，在没有什么间隙的情况下尽量把它放松。稍微松了一点，所以我们换成17号的扳手，对外面2颗螺母做顺时针锁紧。最后调整结果就是会有非常非常轻微的颗粒感，非常轻微。然后再检查这一根轴心要完全不能晃动，这样子基本上就完成了。这还是需要多练习啦，你如果只用眼睛看的话还是不会。我已经解释了这么多，话说了这么多，尽量把诀窍跟大家分享。我比较建议的调整方式就是锁紧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颗粒感，我们再用2只15号把两边里面的螺母往外面撑开，每一次调整一点点，调到你感觉不到有颗粒感，这样就 OK 了。我们今天的影片2个主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